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机场高速上，我们一会儿就会飞上海。这一次我们要去探访的是上海的特斯拉临港超级工厂，这也是上海特斯拉的临港工厂第一次对外正式的开放拍摄。同时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见到特斯拉中国区总裁 Tom 朱晓彤，然后向他提出一些目前网友关心的和整个互联网舆论对他们的一些问题和质疑，我们到时候看看吧。我们现在来到了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西门，刚刚已经经历过了一次上班的高峰期，现在我们迎来了工厂第二次上班的高峰期，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的时间。据我们了解呢，其实特斯拉的员工上班一共有几种方式，有班车以及自己自驾。像我们早上看的6点多的那班呢，就是班车上班的方式，然后他们会像公交车一样把所有的员工挨个的放到各个的生产车间的门口。整个工厂呢分为几个车间，比如说总装、车压、冲压，还有电池车间以及涂装、整车发运区等等。整个工厂的占地是接近1300亩，然后目前的产能是25万辆，接下来会增加到45万辆。特斯拉员工极速问答，你来自哪里？我是山西人。湖北孝感。我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亳州的。云南。你负责哪个岗位？财务部门的。我在 IT application 做 PMO。装零售密封两个。负责顶棚岗位。来特斯拉工作多久了4年多了。半年左右。1个多月。刚来3个多月吧。为什么会来特斯拉工作？特斯拉这个企业的话是一个新能源的龙头车企嘛，所以说我会考虑到个人的发展才会来到这里。就是特斯拉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跳台吧，它的科技含量和各方面特别的吸引到我。然后当时我认为传统汽车快要那个了，想加入一下新能源，自己学习一点东西。因为我亲哥他也在特斯拉上了家族企业。在特斯拉工作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这里的员工都是非常充满了激情，对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啊，对我们公司的这个文化，对我们公司整个的这个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充满激情的。第一，我们特斯拉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传统车企我觉得他们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可能比较复杂，很多其他车企都是直接以12个小时为基本工时，我们公司的话还是以8小时为基本工时，其他的会给我们算加班。公司会给我们自己本身还家人都会买保险，而且它是只要是3甲医院，它会全给你报销。在传统的主机厂里面，我们的产线一般都是平铺在一个楼层，但是我们2期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是有2层的生产线。为什么是有2层呢？这也是主要受于我们整个场地的这种限制哈，包括我们对整个土地的使用的这种效率。其实我们的产线真正开始是在2楼开始的。庞老师，我问一句啊，就是之前说Model 3和 Model Y 是共线生产的，我们现在看到它现在是在这个共线生产。这个产线呢是整个是2期是我们生产 Model Y 的一个产线它不是一个共线的产线。那我们的1期呢是我们 Model 3的一个产线，也不是一个共线的产线。所以这2边线是完全分开在进行，完全分开的。虽然零部件是大部分共享，但是我们的装配是分开的。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哈，我们的产线跟着员工它是一起在动的。所以传统的车呢是车子吊在上面，人跟着车子边走边装对。但是我们的员工呢，他可以站在这个产线上，跟着车一起，他不用走动。同时呢，就是相对静止的去安装，整个车子的质量也会非常高，精度也会高一点。对。
整个特斯拉工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物流门。我们传统的主机厂呢，它的物料从供应商来了之后，它是有个中转仓库的。对对。但是我们是供应商来的物料直接运送到我们的这个线边啊，就在我们外面看的那些集装箱，就是直接对接这个门。对对对对。我看到一个这个仪表台，它是等于是送来的时候，它已经是完成了整个装配。对对。这条线只要整个给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别的工厂看到的可能是它可能要整个仪表装上去后，还有做其他的主机的安装什么。等一下，那我们供应商给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整个的一体式的仪表台。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经营物流这个门呢，它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大量节省了整个物料在中间的这个运输的时间成本，以及在中转仓库的人力管理成本等等。产线上很多员工使用的打螺栓的，你看我们那个产线上那个扭力扳手哈，这个扭力扳手它跟普通的扭力扳手是不一样的。普通的扭力扳手呢，它是不带有信号的传输那我们这个扭力扳手比传统的扭力扳手要贵，价格要贵10倍。所以它这个扭力螺丝的信号是会记录，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扭力是多少，然后会上传到我们云端，会有个储存这些数据是可以追溯的，可以查询的，同时呢也可以预警。现在映入大家眼帘的就是这台工位控制器，我们又叫 Steering Controller， 根据不同的一个唯一的编码，我们可以追溯到每一辆车，这也是保证了每一个用户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安全。像上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每个零件的一个精确追溯的一个记录。那么它的每一个序列号都可以绑定在我们每一辆整车，可以说这台就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的管家。从这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后底板，对，是一体化成型的。对，这在这个整个生产上，我们省掉了70个零部件的冲压过程、焊接过程，以及中间的这些土地啊，还有拼接啊什么的，所以它会极大的提高我们整个生产的效率，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我看这个产线上黑色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现在是我们黑色的产量会大于其他的这些产量。特斯拉的模式是直营的模式嘛，所以包括我们的售后，包括我们的销售都是直营。这也是省去了我们第三方的一个介入和成本。这样客户可以拿到最性价比高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的生产也是按照订单式的生产。所以呢，就是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个蓝色也好、黑色也好、白色也好，其实都是客户已经下单确定的。它的一个配置所以呢，我们是按照订单的这种需求来进行一个生产。这个我觉得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其实是一个安全帽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戴了一个鸭舌帽就进来了，对不对？对，还是要戴上的。对，所以也很美观，我觉得是的，没有那种说戴着橘红色安全帽的那种感觉。对，这也是特斯拉的一种理念。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有媒体采访了我们的首席设计师 Franz，对，所以他提到特斯拉的设计呢，其实先是基于功能之外，我们会考虑它的成本和美观。刚刚带大家看的就是 Model Y 的整个的整装的生产线，然后整装生产线结束之后呢，车就会来到质检车间。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质检车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你好，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质检区域了，是吗？对，首先我们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整车性能检测。当然还有针对我们新能源汽车安规检测以及我们的充电性能检测。这个在燃油车的质检里面其实没有这个环节的。对。就是我们左手边这个场景是吗？它主要是检测哪些项目呢？我们的安规检测呢，主要是测我们的整车绝缘性能，主要是一些电阻值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那我们的充电性能呢，不光包括我们的国产车、国标车。还包括我们的出口车，因为我们有很多车是出口。对，我看到很多6座车也从这边出产。对。所以这些阻值啊，然后电压啊，其实都会满足不同国家的国标需求。对，是这样。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感觉我在别的车企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设备。它主要是检测什么的？就是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我们有很多的雷达、摄像头那这个区域呢，就是进行我们摄像头的标定。以及雷达的性能检测就相当于出厂的一个校准，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把它摄像头的位置校准对，然后看有没有异常。像咱这一条时光隧道一样的线，它主要就是检测我们所谓的车漆，然后内饰的一些装配是吗？对，我们的装配质量、做工、漆面，还包括了我们的一些灯光性能检测。
比如说我们的员工可以站在车里，看我们的投屏，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车各项灯光是不是正常，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异常。对于一些感知质量，用户更加关注的，我们会有 double check。比如说我们的漆面质量，我们要保证我们全工序呢不能有严重的划伤所以说我们会有 double check。还有一些我们的灯光性能，在淋雨前和淋雨后呢，我们都会做相应的检查，看有没有异常。那其实这里有个小问题啊，就相信很多网友也会想知道，就是说，比如在你们这条线上出故障或者需要返修的最多的是哪个部位？目前我们的功能呢，其实相对来说发现的问题挺少。更多的是一些外观类的，因为我们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制造品质。所以说我们对一些外观质量现在越来越看重。由于保密的关系，这次我们没能参观到冲压、焊装等其他车间，也没能见到特斯拉独创的6000吨巨型压铸机。但其实，在冲压和焊装车间生产的自动化率其实已经高达90%以上，这是一个真正的机器生产机器的世界。好，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整装待发的 Model 3和 Model Y 啊，这个就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我们的一个交付场了。每天所有的这种生产好的车都会由这里装车发运到全国各地，所以这个岗位就很关键了。我们来问一问我们这里的负责人，让他跟我们聊一聊整个过程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哎，你好。你好。您在就是这个交付厂工作大概多久了？我是19年10月份就是加入咱们特斯拉工厂的。那从比如说一个月销1000台到现在一个月2万多台，这个你的工作发生什么变化了吗？工作的话就是反正就是量的话是肯定有一些增加，然后人员的话我们这边也是增加的也是比较多。你们应该是第一批开到 Model Y 的人了，香不香？香，非常香。好，谢谢。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特斯拉的饭堂。之前一直都传闻特斯拉的饭堂是没有韭菜的，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到底特斯拉的饭堂里面有没有韭菜呢？我们走。好，我们刚刚走了一圈，发现啊，我们今天的饭堂里面真的没有韭菜，这只是个巧合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完以后，发现特斯拉为了照顾全国各个省份来的工人们呢，其实是在饭堂里面设置了各种口味。我们看到有川蜀风味，然后还有粉面蛋，还有像来自北方的这种面点，还有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比如咖啡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大家吃饭的地方，去找2位正在吃饭的特斯拉员工，跟他们聊一聊，看看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OK。就你今天打的这个是什么呀？排骨，还有米饭，还有土豆丝，还有那个蔬菜。你每天都在这边吃吗？偶尔过来。平时会到处串着来，换着食堂吃，换口味，因为食堂也多嘛。对。那这边的伙食感觉怎么样？饭堂的？我是上周三我们入职的。上周三刚刚入职啊，新员工啊。对的。新员工感觉来了之后的伙食怎么样？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它这个种类比较多，味道的话还蛮符合我的口味的。是吧？你是哪里人？咸淡适中。我是北方的，山东的。山东人。结束了工厂的走访，下集我们将去到特斯拉的办公区，首次视频采访特斯拉大中华区总裁朱晓彤，听一听他在特斯拉的故事。特斯拉还会降价吗？特斯拉还是一个豪华品牌吗？特斯拉的饭堂真的不能有韭菜吗？所以他们不是对手，是干掉的对象。我们也对豪华这2个字不是特别感兴趣。这个怎么可能呢？所以有人把特斯拉现象称为鲶鱼效应，然后您觉得特斯拉这条鲶鱼还合格吗？